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通过上期视频，我们注意到了经常打鼾，尤其是打鼾声音很响的朋友，要警惕是否有睡眠呼吸暂停。我们还了解了一些睡眠呼吸暂停的危险因素和常见症状。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睡眠障碍，它的特征是睡眠期间呼吸中断，可能导致睡眠质量差和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我还建议了大家通过使用 Stop Bank 的问卷，衡量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程度，并按照问卷建议咨询睡眠专科医生。在咨询睡眠专科医生前，最好自己先做一个睡眠日志，描述夜间的睡眠情况和白天相关的症状。如果有智能手表的朋友，你还会得到一些有关睡眠的宝贵信息，有助于医生的诊断。睡眠专科医生的诊断最常见的方法是多导睡眠监测，就是多导睡眠图。它监测睡眠期间的各种生理参数，通常需要在医院留宿一晚上。睡眠呼吸暂停的严重程度评估是根据每小时呼吸暂停和呼吸不足事件的数量。睡眠呼吸暂停分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睡眠呼吸暂停每小时5到14次呼吸暂停或呼吸减少事件。中度睡眠呼吸暂停每小时15到30次呼吸暂停或呼吸减少事件。重度睡眠呼吸暂停每小时发生30次以上呼吸暂停或呼吸减少事件。重度睡眠呼吸暂停表示患者的症状较为严重，而轻度和中度睡眠呼吸暂停则表示相对较轻的症状。这项评估有助于医生确定病情的严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治疗计划。重症患者可能需要积极的干预与治疗。治疗首先从改善生活方式开始，管理好体重，减重可以改善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均衡饮食和定期体育活动非常重要。还要避免过度饮酒或服用镇静剂，这些物质呢可以放松气道肌肉，使症状恶化。尽可能的侧着睡，避免舌根因重力的关系后坠而使气道变窄或堵塞。再就是鼻式呼吸，非常重要，只要张口，舌根就会自然的向后坠。平时多做一些唇舌咽肌功能的训练，使用肌功能训练技术进行口腔和舌头的锻炼，已被证明可以改善患者的打鼾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有助于增加舌头和口腔的整体肌张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肌肉的松弛引起的震动和塌陷。具体如何做唇舌咽的肌功能训练，请看频道内医疗保健百宝箱栏目的肌功能训练视频。对病情较重的患者，医生常常会推荐使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英文简称 CPAP。CPAP 是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它的工作原理呢，是将一个特殊的机器提供稳定的气流，通过面罩、鼻罩将氧气输送至患者的呼吸道，以保持呼吸道的通畅。另外还有口腔矫治器，通过矫形牙套使下颌前移，以保持呼吸道通畅。再有手术也是一种选择，通常是在严重睡眠呼吸暂停或其他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常用悬雍垂颚咽成形术。
因为多年的护理监护工作，常常可以观察到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在呼吸暂停的时候的血氧度常常会低于90%，甚至还会低于80%。低血氧度就会影响心脑血管和其他身体器官的功能。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不但可以大大改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预防低血氧度对心血管和其他器官的影响。那好，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订阅的时候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你不会错过我视频更新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您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及时注意并回复。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